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中年女人的美，不需要什么年轻，而是这2个字。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中年女人就好似一瓶陈年的好酒，时间的积累让她散发出不一样的气质。她不会再盲目追求那些表面的东西，反而更懂得如何在人生的风风雨雨中运用智慧跟勇气，为自己打造一个宁静的天地。她深知真正的漂亮不只是外表的光鲜，更在于内心的充实跟强韧，不是靠短时间的打扮堆砌出来的，而是时间送给她的那份淡然跟从容，是即使遭遇生活的挫折，依然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热爱。请不要动我的手机照片，若真要修，拜托留下我的皱纹，那可是我好不容易长成的。这是双料影后咏梅在金鸡论坛首秀2020电影现象活动现场讲的一句话，她的言论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声援与鼓励。他们纷纷留言，咏梅老师真是又温柔又潇洒，自信有力量，这才是真的美。时光最公平，虽然匆匆流逝，但又总会如约而至。岁月从不因你是谁就手下留情，但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我们可以沉淀出最美的本质。就像咏梅自己讲的，我已经和我的皱纹和解了，现在我非但不会对皱纹感到紧张，反而觉得有点骄傲。年纪不是我的对手，我的故事写在我的脸上，这张脸就是对时间最真实的一种致敬。中年女性是春天盛开的牡丹，不惧怕时光的更迭，以华贵的风姿呈现生命的丰盈，是夏天宁静的湖泊，深邃又广阔，以沉稳的智慧包容世间的万象，是秋天金黄的七叶，绚丽且热烈，以独特的风味演绎岁月的深邃，是冬天温暖的阳光，柔和且坚定，以无私的照耀温暖内心的寒气。岁月沉淀的优雅是任何化妆品都无法比拟的。俞飞鸿说，我喜欢现在的人生，不想多要，也不想退掉什么，一切都刚刚好，舒服自然，无拘无束。时光匆匆带走了青春的样貌，却赐予我们更深沉的内涵。美貌会随时间流逝而渐渐老去，但那份仪态端庄的气质，在长久诗书的熏陶下，会散发出岁月特有的智慧光芒。目光所及之处令人惊艳，与之接触则让人感到舒心且温暖。我们的眼神中藏着对过往的温柔回望，也有对未来坚定的期盼。这份由岁月积淀下来的优雅，是任何化妆品都无法仿造，任何滤镜都无法强化的。被众多网友尊为自由女神的俞飞鸿，虽然年近半百，她的美并非单纯20岁的颜值，更多的是那份清新纯净的气质，从内而外散发的自由与潇洒。受邀参加知名节目13邀，数小时的访谈中，俞飞鸿始终眼神温和，从容不迫。面对许知远稍带冒犯的问题，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很美？美会带来特权吗？什么样的男人吸引你？俞飞鸿既不逃避，也不掩饰，更不尖锐。他说，我喜欢清醒地看这个世界。他觉得女性最自在的方式，是认清这个社会的现况，然后找到让自己最舒适的位置与空间。俞飞鸿说，我喜欢现在的人生，不想多要什么，也不想退掉什么，一切都刚刚好，自在自然，无拘无束。智慧的光芒让中年女人更加耀眼。三毛曾经讲过，书读得多，样貌自然就变了。很多时候，自己以为读过的好多书都好像云烟过眼，不再记得，但其实它们都藏在气质里，在言谈之间，在胸襟的无垠。当然也可能会在生活跟文字当中流露出来。为了让外表看上去青春永驻，有人试着用厚重的妆容去遮盖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痕迹。
有人选择整形美容来保持青春，也有人选择活在美丽相机的滤镜之下。但有这么一个女性，她能大方承认，我今年50岁了。她就是一位知名的媒体人、作家、传媒企业家，曾经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之一。因为工作需要，每次访问前，她都会读上10万到20万字的文学作品。工作之外，她自己也爱读历史、人物传记类的文学作品，每年阅读量达到60-70本。在一个节目访问里，她这样说：我希望我不是靠青春吃饭的，我希望我的社会价值和职业价值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不断积累和提升的，而不是一天比一天差。在银幕前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但依然自信潇洒，笑容灿烂，真正做到了腹有诗书气自华。虽然眼角已经有了细纹，但透过银幕传达出的自信气质依然如当年一般，丝毫未减。3. 内心的平和是中年女人最美的风景。人到中年，最难得的就是心里头的那份平静跟安宁。在这个变化的世界里，学会了把那些没必要的执念跟烦恼都放下，拿一颗平和的心去应对生活中的种种起伏。懂得了要珍惜身边的人，好好享受当下的每一刻，不再因为过去的憾事而后悔，也不再因为未来的不确定而焦虑。到了周末的午后，我就爱一个人坐在窗边，泡上一壶好茶，读一本喜欢的书，或者就只是静静地发呆。那一刻，就好像能听见自己心里头的声音。他跟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日子，简简单单的，宁静又美好。这份心里的平和，让我看起来更加温柔，也更加有吸引力了。4. 自我接纳是中年女人最美的姿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是中年女人迈向成熟的重要关键。我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为了博取他人的认同而不断改变自己。林语堂曾言，女子的美不在于脸颊，而在于风度。现今的我们更加明白自我接受的意义，我们拥抱自己的皱纹、白发及逐渐变形的体态，因为这些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朋友圈中，我常见到一些中年女人分享自己的日常照片，无需美颜，无需滤镜，只有最真实的自己。她们的笑容如此灿烂，如此自信，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我就是我，无可取代的我。这样的自我接受态度，让她们的美更加真切，更加迷人。亲爱的中年女子们，请勿再为年龄而焦虑不安，你们的美是岁月赐予的无价之宝，你们的美是智慧与优雅的完美融合，你们的美是心灵平静与自我接受的自然展现。中年女人美就好，无需刻意追求年轻，让我们以一颗平静的心去拥抱每一个当下，用我们的智慧与风采去写下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吧。岁月悠悠，我自绽放，中年之美不言而喻。最近我有在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真的是被里面的女主角们迷到了。剧中有刘亦菲饰演的黄一梅，她一路在呵护中长大，从小便展露艺术天分，初入职场的她很快就受到重用。有万茜饰演的苏更生，她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下不断摆脱束缚，奋力摆脱困境，充满坚韧和生命力。有朱珠饰演的江雪琼，她独立干练，做事果决，让她能在职场中站稳脚跟。还有陈瑶饰演的白小河，她清冷神秘，展现出高知女性独有的书卷气息与知性之美。剧中呈现出现代不同女性在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与美满爱情的路上所要做的种种选择，深入探讨了在当今社会女性该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等话题。看完之后，让我不禁思考，一个女人到了中年，到底什么样子才算最美？是事业有成，还是家庭美满？是安静淡然，还是果决干练？
又或者这些都不是。仔细想想，我觉得中年以后，一个女人最美的样子，该是这5个有3个多。1. 脸上有笑，以前我梦想中的自己。深入职场后，该是脸上画着细致妆容，身着名牌衣裳，脚蹬高跟鞋，穿梭在 CBD 之间，无拘无束地享受高级白领的优雅生活。但现实总是不时提醒我，我并非那么与众不同，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粒细沙。不过身为平凡大众的一份子，也不能被生活的一堆琐事击败。我们该在这世俗烟火中苦中作乐，给自己一个微笑鼓励，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会让自己从里到外充满力量，好像心里住着一个小太阳，既能照亮自己，也能温暖他人。人生10之8九不如意，没有人的生活能够风平浪静，但微笑可以帮我们应对这些不如意，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从容，也更温柔。2. 眼里有光。王尔德讲过，我们都活在阴沟里，不过总有人会去仰望星空。那仰望星空的人啊，心里头一定藏着源源不断的梦想跟希望。确实，这世界对女人来讲，多多少少有点不容易。要从乡下一步步走到梦想的自己，得过教育这关，工作这关，婚姻这关，养娃这关，还有好多好多的难题、迷茫跟苦恼，关关都不好过，可关关都得过。讲起来简单，做起来得靠一股子拼劲儿，靠自己过5关斩6将。就算这样，我还是要做那个仰望星空的人，希望能帮到更多女性朋友姐妹们，离开眼下的难题，变得更好。我想，这应该就是我心里头的那道光，一直带着我坚持下去，再努力一点。3. 脚下有路。女人天生就爱想东想西，总是会对未来有些犹豫，对过去有点怀念，但老是这么担心来担心去，有时也真的过头了。说真的，想得远想得多是没错，不过也得相信，事情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过度的忧虑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纠结，这样一来，还不如专心过好现在，看看自己当下的路，好好做个选择，然后认真地走下去。就算前面有再多的迷雾，总会有散去的时候，那些迷茫犹豫就先放一边吧。只要坚定地走，总会遇见更好的自己。4. 心中有爱。想起那句话，大雨滂沱，百鬼夜行，当中有人笑得比鬼还欢。在这个喧嚣的世界，有人心怀恶意，也有人满载温暖。一个女人到了中年，最美的风景便是那份从内而外散发的大爱，这样直达心底的温柔力量，会让我们心怀善意，细心发掘生活中的美好，然后被这世界温柔拥抱。无论我们从事哪一行，担当何种角色，都该以言语和行动善待每个人，但做好事不问结果。每一个细微的善行集结起来，就能让这世界更加美好。愿你心中有爱，温暖如初，照亮四方。5. 兜里有钱。到了中年，你会发觉，钱往往比爱来得更实在。我的前半生里头讲，爱情说没就没，婚姻也是说破就破。我只得没日没夜地奔忙，去追求那物质跟精神的自立。对啊，现实不知几次告诉我们，当爱情不再让你开心的时候，你就得自己去打造生活。比起担心对方会不会变心，不如拿着口袋里的钱，守住自己的尊严跟底气，这样才更踏实。一个女人啊，千万别把所有指望都挂在另一个人身上。该赚钱的年纪，绝不能选择安逸。口袋有钱，才是你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底气。其实，一个女人到了中年，需要的并不是那种浓妆艳抹的浮夸，也不是锦绣华服的华丽，而是那种处事的淡然，还有在被生活无情抛弃后，依旧能保有对未来的那份憧憬与热爱。
我们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不懂世事的年纪，经历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所有的好与坏、悲与喜，都已经悄悄藏进我们的气质里头。爱美确实是女人的天性，女人的美可以分为外在美和内在美，而一个女人最高级的美，应该是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女人最美的4样东西，分别是挂在脸上的自信，藏在心底的善良，融入血液里的骨气，还有刻进生命里的坚强。一个女人天生丽质，拥有美丽的容貌，确实是幸运的，这是天生的，任何人都无法夺走。但是内在的美却是后天养成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最动人、最高级、最极致的美，就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优雅气质。这种气质总是能吸引人们的目光，让人感到信赖与安心，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近。美貌是天生的，气质却是积累与磨练出来的。从内而外散发的美，是一种优雅的气质。6. 多读书，多运动。俗话讲，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古人形容读书人的一种写照。放到现今，广泛阅读也是能提升一个人的气质的。知名主持人董卿的美，就是典型的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美。她不仅长相美，内在的气质更美。她讲的每一句话，都能让人感受到她的优雅与自信。她曾经讲过，所有的侃侃而谈，都是因为平时的积累；所有的从容不迫，都是因为经历过风风雨雨；所有的应对自如，都是因为千锤百炼。俗话又讲，活到老，学到老。多读书，确实是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内在气质的。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宝藏，是人类进步的桥梁。书里头有无价的智慧，多读书能够增长见识，陶冶性情，提升涵养。时间久了，文学气质就自然养成了。生命不停歇，运动不停歇，长期运动的人身上总是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也会焕然一新。运动不只可以让人保持良好的体态，还可以让交感神经兴奋，多巴胺分泌变多，幸福感提升，气质当然也就与众不同了。7. 多见人，多包容。每个人都不同，每个灵魂也独一无二，气质当然也就各有各样。多见人，见不同的人，接触的人愈多，真心能理解跟包容的范围就愈广。摆脱对身份的偏见，拥有一颗包容的心，你的气质就会更加平和。宽容大度也是一种美，这个世界多一分宽容，就能多一分善美。有的人宽容大度，有的人斤斤计较，有的人处处与人为善，有的人蛇蝎心肠。只有见多了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才能更准确地衡量这世间的真善美。宽容大度呈现的是一种坦诚豁达的气质，而小肚鸡肠则给人一种狭隘的感觉。当然，前者更受人欢迎。真正的教养，是去包容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心宽处皆是路。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去理解那些你不理解跟不理解你的人。8. 多模仿，多观察。网络超火的一句话，我的气质你学不来，这句话其实就透露了气质是可以去尝试模仿的，只是有的东西确实很难模仿，这时就得靠观察了。会模仿的人一定很会观察，这样才不会搞砸。这样的模仿不是随便做做，也不是全盘照抄，而是透过模仿参考来找到更好的自己。首先要找一个好的目标，自己喜欢又充满正能量的气质好的榜样，模仿他的声音语调，模仿他的穿着气质为主，不必全盘照抄，模仿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情绪表情的管理。模仿的方向很多，不是要一一复刻别人的美，而是要透过观察找到最好的自己。从内而外的美是气质的最高境界，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每个人的气场都不同，
不必羡慕他人，也不必妄自菲薄，你就是最好的。气质是可以慢慢积累和磨练出来的，好好过每一天，走得多了，走得远了，自然就会变得更优秀，你会越来越美，越来越好。也请记得要保持自信、善良、骨气与坚强。一个女人最美的样子，从来不只取决于外表，外表只是加分项，内在的美才是真正的升华。当你内外兼修的时候，就能始终活在从容与安定中。当你内心有定，就不会害怕时光的流逝。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